没有发现？没有。微臣参见皇上。结果怎么样？启禀皇上，我们搜遍了每个角落，但是还是找不到太子的下落。怎么办？臣死罪。臣死罪。现在距离午时还有1个时辰。香海，有没有良策？皇上，奴才苦无良策，除非怎么？今天我带你们来这里，是为了迎接龙王陛下的。他真的会放龙王回来吗？皇上真的肯放龙王爹爹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啊？不要心急，正午时分，龙王陛下定会冲天而起，我们就耐心等待吧。你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让皇帝放过龙王爹爹的？别急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皇上，为今之计，奴才只有恳请皇上放了龙王，换回太子的性命。现在离午时还有半个时辰，皇上，为了太子的安危，请皇上当机立断吧。皇上，离午时只有1刻钟了。狗皇帝，终于来放我了吗？哼，就算放我出来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龙王爹爹，狗皇帝，你听着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可恶！你这狗皇帝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，让你知道失去至亲的滋味。小白龙，白龙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晕？姚烈，你想怎么样？李斌，你死期到了，你已经中了我的迷烟。加油！果然有孽龙漏网，
未曾灭绝。你这狗皇帝一日不死，我们龙族怎么会灭绝？大胆妖龙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！天罗地网，皇儿，皇儿，皇儿，保护太子，带他回宫。太子殿下，你醒了，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不是父皇把我救回来的？你伤得太重了，皇上为了你夜白发。哎，你们俩毕竟是父子，骨肉相连呢。父皇，哎，行。多谢父皇救命之恩。既然你还叫我父皇，你的命由我而来。你现在终于知道皇上的心思了。想想看，你以前怎么顶撞他，怎么反对他的。以往孩儿知错了，请父皇恕罪。哼，真想不到，你也觉得自己有不对的时候。当初你说走就走，有当这是你的家吗？父皇，孩儿一直以为，只要用善心对待别人，人就会将心比心。可是那个姚烈，我对他那么友善，可换来的却是无情无义。当日我离开的时候，父皇用母后的名义送金锁保护我，这一次在危急的时候又救了我，为我疗伤，耗尽体力，一夜白发。父皇的大恩大德，孩儿真是无法回报。哪吒当日削骨还父，削肉还母，日后孩儿一定用骨肉来偿还父皇的大恩大德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好好的养伤。你实在是太冲动了！你绑架李斌，威胁皇上放出龙王爹爹，怎么不事先告诉我呢？而且李斌经常帮助我们，你怎么可以利用他？这下好了，不但没救出龙王爹爹，反而惊动了皇上，让他更加防范，以后救龙王爹爹就更难了。你还护着李斌，你有私心。私心？我有什么私心啊？你护着李斌，是因为儿女情长在作怪。我绑架李斌，我是为了救龙王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和李斌早就达成协议，人和龙早晚会和平共存的，双方以不伤人为基准。人跟龙根本仇深似海，我没有人类的朋友。小白龙，小白龙！这墓舍共分15个墓屏，这其中有10个是用朱丹写的礼仪，其他5个屏是傲慢妄贪滥。凡打中朱丹屏者可获1分，打中黑墨屏者就要扣1分，分多者为胜。哈哈，原来如此，有趣，有趣！哈哈哈哈！
早闻上邦是礼仪之邦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连小小的游戏也是为了贵国儒家的修身之道。公主原来对我国的文化也很有认识吗？不敢，只是略知一二而已。冰儿，何不陪恩乔下场玩玩？公主乃千金之体，我作为男子，应该礼让两平。不用了，我们波斯国不比上邦，为女子者除了持家外，也要耕种干粗活，并非弱不禁风的。公主有请。恩乔献丑了。公主果然技艺非凡，文武双全。可惜未能十全十美。太子，到你了。哦。太子殿下果然好身手。公主也是技艺非凡。哎，各位父老乡亲啊，老少爷儿们，就这店啊，可是有名堂的，大有来头啊！我们的太子李彬，他热心教育，开办过平民学堂。他曾经在这儿做什么？洗碗呐！洗碗！要我说，这店呐，应该立个大大的招牌，让万民敬仰。如果一个人收1文钱，那可就发大财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当今太子李彬选妃的事啊，据说啊，已经有了个固定人选了。是谁呀？到那个时候啊，就这店，那还不得举国闻名啊！到时候一定举国欢庆，热闹万分呐！据说是个波斯公主，那可是漂亮啊！我还以为啊，你命好福厚，会当王妃，岂料却是好梦一场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那不是李彬父子吗？这么巧啊！你们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恩乔公主。你们好。这位是父子，学生跟父子请安了。我叫元宝，也是李彬夫子的学生。不过呢，姐姐成绩是全班最好的。果然是良师，学生们都气质不凡。你也太夸奖他们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诗词歌赋都会而已啊。这就叫相思湾呐。因为呢，这里到秋天的时候，遍地都是红叶。诗曰：“红叶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就是说呢，相思就代表红叶，红叶就代表相思，所以这里就叫做相思湾啦。姐姐，你说错了，不是红叶，是红豆啊。红豆名叫相思豆啦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里秋天的时候呢，确实都是红叶，哪来的红豆啊？我的学生这么不成器，也证明我不是一个好的夫子。我想自己到那边去看看，你陪你的学生聊吧。好吧。呱什么？看你刚才那个表情，像一只青蛙被气急了一样。你欺负我，我不理你了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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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够了，不要再呱呱呱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选妃了？是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作为太子，当然要选妃了。在我的心中呢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，他呢非常在乎我，我呢非常喜欢他。我的脚！
集中点！参见太子。这位是盐城中令，是我们这里的第一伏魔勇士。严统领失敬。公主有礼，我们正在操练，请随便参观吧。此次来不为参观，而是取经。取经不是应该到佛堂去吗？公主的意思是，要参观我们的伏魔兵团，回国以后也考虑建立一支同样的军团。原来是这样。各位，现在我们耍一套伏龙拳，给恩乔公主鉴赏。是。1、2、3、可惜有一心愿未了，所以一直不动身返国。但谈无妨。就是小女的婚事尚未有着落。父皇，看你还害羞呢。朕了解，儿女的婚事也是做父母的心头大事。不过你不用担忧，恋爱高贵贤淑，智勇双全，足以母仪天下，定可找到杰出的好驸马。皇上过奖了，小女的才德怎及得上太子？她可是人中之龙啊，所有父母心中最理想的东床快婿呀。大王，你过奖了。就不知道小女有没有这个福分呢？父皇，你这么问，叫人家怎么回答？冰儿，恩乔，别说做父母的不够体贴，这桩婚事，你们二人有什么看法？皇上真是个开明的家长。恩乔公主过于完美，我李斌可高攀不上。太子太谦虚了。朕问你，你为什么要使波斯国的贵宾难堪？儿臣有吗？波斯国王和公主对你的评价这么高，你轻描淡写的就说一句高攀不上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，这样还不算怠慢人家？儿臣说的只是事实嘛，也不一定只有我李斌一个人才配得上恩乔公主啊。但依朕看，只有一个恩乔公主才配得上你，可你偏偏不要，为什么？是不是还留恋那个卖艺的姑娘？父皇真是深知儿臣心啊。其实有很多事情，儿臣不必瞒你。再说瞒呢，也瞒不过你啊。你我都是聪明人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但是那个女子，绝对不可能。就是因为她是卖艺的吗？没错。你是王孙贵胄，金枝玉叶，怎么能和一个平民百姓的女子成婚呢？这个道理，你不可能不明白。你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你想证明什么呢？儿臣以为，我的父皇是个与众不同的皇帝，这种门户之间的东西，不会发生在我们家中。再说了，父皇对儿臣的爱，足以消除那些肤浅的传统。错，在国家大事面前，父子的爱非常渺小。朕乃一国之君，朕的儿子更是天下人的典范，伦理纲常分明。你贵为太子，只能跟同等级的女子成婚，这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父皇，古往今来有很多贵族和平民婚配的例子。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就是一个女奴。不同阶级的婚配也不一定不完美啊，而且这种例子也数不胜数。父皇又何必拘泥于既定的习俗呢？朕的主意已决，你还是服从吧。如果朕的儿子都不服从朕的命令，朕又如何臣服天下呢？放肆！那就请父皇多给儿臣一点时间，详细考虑，从长计议。婚姻大事，就算在民间也是由父母做主的，更何况皇室的婚姻关系国家社稷。
这件事不能从长计议。太子，今天恩乔很开心。为什么？过去几次太子都很忙碌，陪伴恩乔来到草原之后就不见了踪影，想必是去处理国家大事。今日难得有闲情，竟可以逗留这么长的时间，怎不叫我格外的心旷神怡呢？公主，有些事情我怠慢了你，真是过意不去，非常的对不起你。千万别这样说，太子贵人事忙，我怎敢奢望太子日夜相伴呢？礼宾父子，元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先过去一下。什么事啊，那么神秘？男人的事，女人不方便听的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到那边去谈，讲讲你这个男人的心事，怎么样？走吧。安乔公主，翡翠姑娘有事吗？我要和你谈判。谈判？我要你离开礼宾。是吗？为什么呢？听说谈情说爱的规矩是一心不能藏二人，所以在礼宾的心里，有你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你。我要你退出。心是太子的，喜欢藏哪个得由他。我退出有什么用呢？你退出他就没得选了嘛。你要是不退出的话，我们就决斗。好了，这里没什么外人，说吧。身为男人呢，应该做男人该做的事。就是一心一意，就会二人同行。如果是难道是3只老虎啊？你说什么呢？语无伦次的，谁教你说这些话的？哎，是翡翠姐姐教我的，你不要打岔。是三心二意，很容易4行眼泪的。翡翠姐姐叫你来，就是让你说这么简单的4句话吗？还有离开那个姐姐才可以说的。你又在耍什么鬼名堂？喂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翡翠姑娘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发誓，不能爱礼宾，否则就3条路让你选择：第一，抛进东海喂鱼；第二，剃光头发当尼姑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哼，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这把刀可是很锋利的。那，你喜欢我在你脸上画一个10字、井字，还是米字呢？不管什么字，都不能改变我对太子的心意。你好，你知道木瓜木桃木李的诗吗？你是说？不用说了，谅你也不懂。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，是这首吗？对啊。哎，你怎么会念的？是不是他念给你听的？那倒不是。哼，不是就好。就算是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他根本不会把木瓜诗写在丝巾上送给你。你是没有机会啦，别痴心妄想了。你既然那么有信心，又何须如此对待我？总之你不可以夺我所爱，你答不答应？我不喜欢受人威胁。哼！我跟这里的蚂蚁可是很熟的哦，我随时都可以叫群蚂蚁来咬你，或者叫一窝蜜蜂来叮你，让你的脸像这棵树一样，怕不怕？我真不明白，你那么顽皮，太子怎么会喜欢你？因为我可爱啊，太子这样说我的，他肯定没有这样说过你，所以你输定了。恩乔公主。喂，翡翠姑娘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有事，不跟你玩了。公主，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我这个学生啊，他就是淘气，你不要见怪啊。他只是你的学生吗？公主，你要海量包涵，我要带这个学生向你道歉。哎，别玩了，吃饭了。元宝啊，你说我跟那个恩乔公主比，哪一个好啊？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？真的怎么样？假的怎么样啊？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，都是那个恩乔公主不如你。那么小家子气，那么刁蛮任性，真讨厌。我到底哪一点不好嘛？李冰为什么不喜欢我了？哎，吃饭啦，吃饭啦！哎，别玩了，去。哎呀，来。哎，哇，真好哎，有鸡吃啊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竟然有鸡吃啊！烧饭烧得那么辛苦，当然要煮一些鸡腿来补一补啦。你们两个烧饭不帮我的忙，倒跟我抢鸡腿吃。哎，姐姐，这个鸡腿呢是我给你夹的，还有我也是给你准备的。嗨，你们两个真乖啊！哎，明珠姐姐，你好像是第一次做饭哎。平时呢都是我跟爹爹吃鸡腿，今天就你们俩一人一只吧，来，那吃吧。哎，也不知道爹爹怎么样了。放心好了，爹爹那么机灵，不会有事的。很想念爹爹。假如有100两的路费，我就可以到西域找他去。不就100两吗？那我给你。哇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？姐姐会一些戏法，她变得出来的。我看呐，一定是李冰给你的。哎，真羡慕你啊，总是遇到这么多好的男人。只是啊，你太现实了。什么啊？本来呢，你是和严丞相好的，后来李冰出现了，你知道他是太子，就不肯嫁给严丞，要李冰了。好了，李冰落难的时候，你又不要李冰，要严丞了。现在李冰又做回太子，你又不要严丞，要李冰，你说你是不是太现实了呢？随便你怎么说吧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个话题吧，说来说去都是这些，好闷呐。有了，既然我们3个都到齐了，不如我们3个一起去边疆找爹爹，一路上也有个好照应啊。去西域找爹爹啊？哇，那儿很远呢。不成啊！如果我去的话，我娘她会发疯的。哎，都说你们不是爹爹亲生的，怎么会担心爹爹那边呢？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我来喽！哎，我今天带了一些海鲜过来。海鲜？不是螃蟹吧？哦不，今天是鲜鱼和鲜虾。你们在吃饭呢？哎，人家现在可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，一天到晚都是吃鱼吃燕窝来补身体，怎么会吃我们这些粗茶淡饭呢？没关系的，我平时喜欢吃粗茶淡饭。你们谈吧，我先吃啊，我先吃。怎么啦？你的眼睛生疮了？生疮？没有啊。如果没有，那眼睛看着翡翠姐姐这么久，也不眨一下。哦，没有。我是在看你们家里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，比如说什么抬抬搬搬呐、修修补补的，我都可以做的。你们尽管吩咐好了。有啊。真的，什么事啊？尽管吩咐。好，我觉得你的嘴巴破了，不如把它修补一下，缝起来。为什么你们这样啊？难道我只想对大家好也不行吗？啊，有了。真的，什么事啊？我严惩啊，两肋插刀，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我要是皱一皱眉，就不是好汉。我们明珠姐姐呢，正好要去西域找爹爹，这一路上又远又危险，正好要你来护送他。好，我才不要他护送。李冰是这样，你们也是这样，现在连翡翠还是这样，为什么你们都爱把我头衔置散？李冰对你怎么啦？自从李冰恢复太子之位之后，他可威风了，不断的搞新花样啊，哪里有灾难就往哪里去，还把我的伏魔兵团全都拉去帮忙。我现在啊，变成了无兵将军了。轻敌上位，不把对手头衔置散才怪呢。人家还带着个漂亮的公主，到处去赈灾，
一路上有说有笑，卿卿我我的，可舒服了。你呀，你这个坏蛋加笨蛋呢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元宝，哎，你们不吃饭了？公主啊，我已经陪你打了10天的木舍，论技巧你更胜我一筹，你就饶过我吧。好啊，你今天赢了我，我就放过你。你这个公主，怎么越来越像翡翠姑娘了？听你这么说，你对那位姑娘很熟识吗？算是吧。那她和太子是不是认识很久了？既然翡翠姑娘是个平民，为什么太子还要跟她定情呢？他究竟是喜欢上她哪一点？我觉得他有点任性，也很刁蛮。无论是谁，无论他有多潇洒，碰到感情这种事，总是小心眼儿的。公主，你别生气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就告诉你。我才没有生气呢，我不能让人家说我小心眼。谁小心眼儿呢？参见皇上。啊，听相还说，公主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木舍这玩意儿。中原的文化博大精深，一个小小的玩意儿都可以钻研许久。皇上，公主打木舍的功力远在微臣之上呢，而且打得很刁钻呢。那好啊，等太子回来，就可以跟他一较高下了。相爱，太子怎么还没回来？大概还有10几天吧，他最近挺忙的。他忙什么？最近灾荒连年，他领兵救灾。东北森林有大火，他去灭火；东南呢3年没下雨，他要引水灌溉；西北呢大沙漠，他……谁叫他干这些事情？朝中没人吗？叫他回来。是。把人撂在这儿算什么？殿下，你先吃点东西吧，然后再休息一下。7天7夜，您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。知道了。哎，黄木南，蝗虫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源头在哪里啊？据当地村民所报，源头已经找到了，就在京城西北300里外的大石乡。数目有多少？这次蝗灾的数目数以100万计。禀告殿下，据属下查得，3天内大石乡刮的都是西南风。鸭子收购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不够，只有1000只。殿下，属下不明白，要鸭子有什么用？我们可以顺着风势，用烟熏蝗虫，掉下来的蝗虫就是鸭子最好的饲料。让乡民们这次多养些鸭子来卖，以补偿这次灾害的损失。驾！禀告太子殿下，鸭子已经都放出去了。正如您所料，龙烟已经都朝东北方向飘去了。好，速往源头去看蝗虫的情况。是。驾！圣旨到，太子礼兵接旨。礼兵接旨。宣礼兵速速回宫，及时启程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太子爷，就跟我回去吧。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办，现在怎么能回去呢？再重要的事情，也不比恩乔公主无所事事来的重要啊！那皇上不开心，那木舍单品也不开心啊！你说什么？恩乔公主现在无事就去打木舍，那些单品就会被打坏了。最惨的就是我，那被女人打败的滋味是不好受的。你还是个大男人吗？还好意思说自己被女人打败了？原本打木舍的是你，我是代替的，你还讥笑我。好了好了，就算我没说。不敢。上路吧。公主，
近来别来无恙。太子，你消瘦了，赈灾很困难吗？还好。我新学了一首曲子，弹给太子听，好不好？公主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通，真是佩服不已。有劳了。果然动听。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？《惜春》是乐师劝人去珍惜春光而写的曲子。公主，其实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为了替太子分忧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恩乔才对。现在国内灾难连连，李斌长时间在外逗留的日子，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。让公主一人留在宫中，也并非李斌所愿。其实公主正值风华正茂，根本没有必要为我牺牲。太子何出此言？难道恩乔真的如此不才，真的不能代替那位刁蛮姑娘在你心中的地位吗？公主，请不要妄自菲薄。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和翡翠一起比较。如果是我的错，那我只能说声千万个对不起了。不敢。很晚了，不打扰太子了，你早点歇息吧。公主，你的曲子还没有弹完，继续吧。太子的心情不适合听这首《惜春》，改天吧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参见父皇。朕刚才在外面听到很清雅的琴音，想必是恩乔公主在抚琴吧？有扰皇上的清静，恩乔告罪。哎，怎么会呢？朕看到你们两个人，一个英气逼人，一个秀外慧中，真是一对佳人。朕深宵未睡，想起一些事情。皇儿，你正值年少，又热衷赈灾各事，朕深感安慰。但恩乔公主不远千里而来，皇儿，你身为礼宾司，应该热情招待。所以，朕想安排恩乔公主跟你一起去赈灾。一来，你们可以彼此相伴，排除寂寞；二来，也能让恩乔公主了解中土人情的风貌。父皇，这次赈灾路途遥远，任务艰辛，吾必须劳苦公主啊。太子所言差矣。恩乔虽是女流之辈，但也并非娇生惯养，敝国有事也会参与其中。皇上如此安排，正合恩乔所愿。谢皇上。好。你就是那个令太子神魂颠倒的卖艺人是吗？我见过你，在长公主的寿宴上。后来你还要杀我，但是你儿子替我挡了一掌，我才活到现在。所以你应该谢我，更应该谢太子。我完全不认为我该谢谁。
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招了谁还是惹了谁了。你打了我一掌，并不是我欠你的，反倒是你欠我一掌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还给你的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孩子！哼，你很漂亮，也很聪明。不过，你的出身和你的血统，绝对配不上我的儿子。皇儿现在终于悔悟了，他和一个品貌双全的公主游山玩水去了。既然你说太子已经和那位品貌双全的公主一起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？你跟我说这些，不就是代表你的儿子没有对你言听计从吗？不知好歹的丫头！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请离开这里，以免污染了这大好景色。这次太子不在，没有人可以救你。翡翠，在皇上面前不得无礼，快跪下请罪。我何罪之有？翡翠，快向皇上赔罪！快呀！我偏不。前阵子我就怀疑，你这个女子没那么简单。既然你这么有恃无恐，就别怪我出手太重。皇上，翡翠姑娘是微臣的妻子。你妻子？只是因为翡翠的爹去世，没有过门而已。这婚事还是皇上赐婚的。朕没有忘记这件事，只是朕觉得这个女子千方百计地亲近太子，必有所图。皇上，翡翠姑娘自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她绝对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百姓，她真的是一个好姑娘，她不是，也不是妖精，请皇上明察。这个女子一天不铲除，太子一天就受她蛊惑，所以理应斩草除根。阿成哥哥，皇上，阿成哥哥，阿成哥哥，阿成哥哥，你没事吧？醒醒啊！阿成哥哥，阿成哥哥，你没事吧？这双手如果可以永远握紧，或许爱情就不会举棋不定。黑白终究会分明，天亮了梦不一定醒，闭上眼睛世界才